2024年12月1日，即将下台的美国总统乔·拜登忽然打破之前对公众的承诺，宣布将对他的小儿子亨特·拜登实行总统特赦。亨特·拜登常年生活糜烂，吸食毒品，收受商业贿赂，并面临着偷逃140万美元税款和非法持枪的2项指控，如罪名成立，最高刑期可超过10年。即便是在腐败丛生的拉美，总统公开利用职权为自己犯罪的儿子脱罪，也是难以想象的。然而，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的美国。在标榜三权分立的美国，总统为什么能干预司法结果？总统赦免权是怎么来的？它又是怎么一步步成为政治斗争、权力交换的工具的？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项权力的起源和变迁，看看它是如何被滥用，最终沦为一场堕落的政治游戏的。美国总统的特赦权来源于美国宪法第2条第2款，该条款规定，总统有权对所有联邦罪行进行赦免，除了弹劾外。依据这一条款，总统拥有赦免或减轻刑罚的权利。美国独立战争后期，政府尚未建立，社会百废待兴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立宪的先贤们赋予总统这个权利有以下3重考量：一是推动政治和解，尤其是战后满目疮痍，赦免能抚平对立双方的窗口，让国家重回正轨；二是修正司法错误，法庭不是神明，偶尔也会有失偏颇，碰上明显不公的判决，总统便能出手予以纠正；三是宽容和人道主义，对于那些误入歧途、特殊情境下犯罪且已然不再威胁社会的人，特赦是给予他们改过自新、回归正常生活的入场券。早期的总统们大多怀揣敬畏之心，按上述原则谨慎行使赦免权。例如，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就充分行使总统赦免权，赦免了大批南方起义者。这不仅是为了国家的重建，也促进了南北和解。特赦曾经是为了宽容与治愈。而卡特总统在1977年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，他赦免了因反战立场而被判刑的越战退伍军人，以及所有因反战活动被定罪的人。这是为了弥补过去的司法不公，让那些为正义发声的人得到应有的尊重。事实上，因为时代的局限，司法错误不可避免的存在，这类特赦也就不仅限于美国。例如，像图灵这样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，也曾因不公正的定罪而被特赦。1952年，图灵因为同性恋性倾向被判刑，但在2013年，英国政府为他做出了皇家特赦，不仅恢复了他的名誉，而且表达了对过往错误的深刻反思和纠正。这种特赦反映了法律和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，并为历史上的不公正做出了补偿。历史上特赦人数最多的还属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，他执政的12年间，恰逢大萧条与2战的至暗时刻，国家民生凋敝，哀鸿遍野，不少普通人因贫困和失业被迫铤而走险，犯下非暴力轻罪。罗斯福秉持人道主义精神，频频动用特赦权，超3500人因此受益，重获新生。罗斯福总统此举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了。然而，原本承载和解善意的特赦权，却在1974年遭遇重创，仿佛被人猛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自此覆水难收。1972年6月17日，华盛顿水门大厦暗流涌动，尼克松竞选团队的5名成员鬼鬼祟祟潜入，妄图窃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机密文件，并安装窃听器。起初，这看着不过是桩普通盗窃案。可随着警方深挖，惊人内幕逐渐浮出水面。尼克松政府高层全程知情，还动用公权力捂盖子、压消息、销毁证据，试图瞒天过海。在事件相关的白宫录音带曝光后，证据直接指向了尼克松本人，弹劾危机如乌云压顶，瞬间笼罩白宫。1974年，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毫不手软，迅速通过了3项弹劾条款，范围涵盖妨碍司法、滥用职权、
蔑视国会等重罪。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，参议院定罪，则刑期至少10年起步。生死关头，尼克松急中生智，宣布辞职，副总统杰拉德·福特依法接任。谁曾想，福特刚上位不久，就在9月8日甩出一记重磅炸弹，动用总统特赦权，赦免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一切罪责，从掩盖丑闻到妨碍司法，统统一笔勾销。因美国宪法规定，总统有权对所有联邦罪行进行赦免，除了弹劾外。尼克松主动辞职后，成功逃脱了弹劾，而他面临的其他刑事起诉，则由福特总统予以赦免。这样他金蝉脱壳，成功脱罪，平安退休。而福特则不仅成功当上了美国总统，还因为避免了调查的继续深入，保护了共和党的声誉和自己的政治生涯。福特美其名曰这么做是为了结束国家动荡，促进美国重新团结，避免冗长司法程序拖垮国家，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分裂。可民众又怎么会买账？一时间，举国上下骂声一片，公众怒火中烧，直言尼克松罪不可恕，理应接受法律制裁。福特此举纯粹是践踏法律尊严，罔顾受害者权益，剥夺大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。国会那边也是谴责声此起彼伏，议员们痛斥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。福特为了维护自己人，全然不顾司法公正的底线。虽说舆论与国会抗议声浪滔天，但宪法赋予总统特赦权的条款白纸黑字，国会和司法系统空有一腔怒火，却无计可施，找不到制衡福特的法理依据。不过天道好轮回，2年后的总统大选，民主党候选人吉米·卡特瞅准机会，拿福特这一黑历史大做文章，抨击他的赦免决定不公平，选民投福特就是给腐败站台。最终福特大选一败涂地，黯然下台。经此一役，世人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在美国三权制衡的纸牌屋里，总统特赦权宛如脱缰的野马，超然于国会与司法管控之外。看似严密的权力制衡体系，碰上特赦权，瞬间漏洞百出，只能寄希望于总统的道德自觉与大选压力，指望他们自我约束，循规蹈矩。可人性的贪婪哪会轻易消停？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，恶魔倾巢而出，再也收不回去。往后几十年间，特赦权几度沦为总统们的私人银行，用以交换政治利益，维护家族特权，填满个人私欲。2001年1月20日是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，原本应该收拾行囊，静待退休的他，却签署了一系列特赦令，掀起了千层巨浪。特赦令的头号主角当属身负50多项联邦指控的不法商人马克里奇，他涉及敲诈勒索、逃税以及石油走私等重罪，至今逃往海外。然而，克林顿却毫无顾忌地大手一挥，给予其不可废止的赦免。很快，《纽约时报》披露惊人内幕：马克里奇的前妻多年来向民主党以及克林顿相关机构豪掷至少150万美元，并且多数捐款都集中在克林顿任期末尾。除此以外，他还助力希拉里的竞选及克林顿图书馆的筹建，这让人不由怀疑这是一场特赦换现金的交易。事情远不止于此，维尼亚利、布拉斯维尔等一批贩毒、金融欺诈等恶性犯罪的罪犯也在那天莫名获赦。希拉里的胞弟休罗德姆卷入其中，他亲口承认自己收受几十万美金的酬劳，帮助这些人活动运作。丑闻曝光后，纽约检察官玛丽怀特领衔彻查，联邦调查局全力配合，国会委员会也紧急召开听证会。一番忙活下来，耗时4年，召集大陪审团，问询证人无数，虽然最终证实了捐款之事确凿无疑，但克林顿咬紧牙关，坚称对所谓游说运作毫不知情，并一口咬定特赦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，与捐款毫无瓜葛。国会气愤不已，发表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，指责克林顿政府鲁莽和腐败，可这也只是骂骂街而已，并无法律效力。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克林顿卸任前还不忘关照家人。
把因吸毒入狱的弟弟罗杰·克林顿也捞了出来。这一系列操作让失控的特赦权成了美国政治的定时炸弹。后续2届总统对此心有余悸，行事格外谨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颗炸弹终于再度被引爆了。2020年12月，距离川普总统离任还有1个月时间，一则消息震惊了全球：川普动用总统特赦权，特赦了黑水警卫公司的4名前雇员。2007年，正是这4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尼苏尔广场附近无故向平民开枪，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4名伊拉克平民死亡，18人受伤。随后，他们都被判处了30年以上的监禁。然而，川普的赦免令让他们重获自由，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。伊拉克民众大为不满，这只是正义如儿戏。联合国也深表关切，直言此举助长有罪不罚之风。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川普的特赦名单堪称亲信大结合。前竞选顾问乔治·帕帕佐普洛斯深陷通俄门做伪证风波，亲家查尔斯·库什纳背负逃税、欺诈旧账，更有共和党前国会议员犯下公职腐败之罪。据媒体统计，高达88%的被特赦者与川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据说还有一名叫康拉德·布莱克的诈骗犯，在狱中写了一本吹捧川普的书，总统看了龙颜大悦，马上就赦免了他。这哪是什么宽容和人道，分明像一场私人定制的利益输送。这样不受制约的特赦，显然等于给了总统亲信一道免死金牌，旗下隐藏的各种腐败勾当可想而知。更疯狂的是，川普还曾多次表示他有权特赦自己。2018年，川普首次提到自己有权赦免自己，尽管他表示自己不打算这么做。2019年，当通俄门调查不断升温时，川普再度表示，总统有权赦免自己，这在宪法上是完全合法的。虽然川普最终没有行使这一权利，但试想，总统若真能自我赦免，那简直是打开了法外狂徒模式。宪法法律将沦为一纸空文，着实令人脊背发凉。而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并未明确允许或禁止总统赦免自己。煌煌200年美国宪法，居然还存在这样的灰色地带，真是令人细思极恐啊！纵观美国历史，总统特赦权的演变就像一场信任崩塌秀，从宽容与人道的创设初衷，一路堕落到如今千疮百孔、弊病丛生的模样，沦为政治私利的遮羞布与党争博弈的隐秘筹码。尤为刺眼的是，近年来这一权力的滥用，总出现在总统任期的末尾阶段。当大选尘埃落定，选票的紧箍咒一旦松开，即将卸任的总统们便自觉进入权力真空期，无需再直面选民问责，于是将宪法精神抛诸脑后，开始放飞自我。任期末尾，成了某些总统肆意挥霍特赦权、推翻司法公正的黄金时段。拜登特赦儿子亨特·拜登一事，更是把这种末期乱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大选前，拜登面对镜头言之凿凿，多次郑重承诺：“我尊重法律裁决，会遵循陪审团的决定，我不会赦免他。”白宫发言人也3番5次站出来，强化这一立场，言辞斩钉截铁，像是给这场风波提前画上了句号。可谁能料到，画风突变。2024年12月，临近卸任的关键时刻，拜登毫无征兆地推翻前言，一纸特赦令横空出世，赦免了儿子。细看拜登的特赦令，不仅赦免了儿子当前被起诉的2项罪责，还宣布赦免他在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可能犯下的所有联邦罪行。这也是美国总统特赦权最不可思议的地方，不仅有罪的可以赦免，起诉中未定罪的也可以赦免，甚至未经起诉调查的也可以特赦。总之，总统说你无罪就是无罪，有罪也免罪，权力大到没边儿。这也不禁让人联想，亨特·拜登究竟还犯有多少其他不可告人的罪行呢？拜登给出的解释看似有理，实则难以服众。
他声称儿子遭受政治对手的选择性起诉是司法不公的牺牲品。作为父亲，他希望能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但这些说辞终究遮不住滥用权力的实质。如果说克林顿是个花花公子，川普是个不讲规则的政治素人，那拜登可是历经6次参议院选举，做过8年副总统的老政客，并一向以老成持重的形象示人。如今连拜登这样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。特赦权在此刻彻彻底底沦为了总统的私家保险柜。果然，现在川普卷土重来，还未上台就急吼吼地宣布要对当年因支持他而冲击国会的1月6日骚乱案实施赦免。这简直就是在说，以后大家放开手脚大胆干，出了问题特赦兜着。而那些富豪金主们必将更加横行无忌，毕竟只要在竞选上押宝成功，一切罪责都能免除。多年来，美国国会空有监督之名，却拿不出能真正制衡的实招，司法系统则困于宪法条文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特赦权脱缰。宪法在特赦权问题上遗留的灰色地带，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，不断吞噬着民众对法治的信任根基。往后若依旧无法弥补这一漏洞，美国恐怕会有更多破坏法治、动摇公平正义的事情发生。这不仅是悬在美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更是给全球敲响的一记警钟：总统是靠不住的。笼子外面的权力将践踏一切公正与底线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为我们点赞并订阅本频道。您的支持是我们努力更新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